赵今麦从童星到新生代女主，她真的在镜头里长大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演员的成长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？他们没有一夜之间从新人变成大女主，而是在一部又一部作品里慢慢长大，慢慢改变，也慢慢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。赵今麦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。从小时候那个可爱灵动的小女孩，到如今能够独挑大梁的新生代女演员，赵今麦用了10多年时间，走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成长路线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变化并不只是外表，她真正改变的是镜头里的气质，是角色的层次，也是观众对她的期待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赵今麦，可能是在《巴啦啦小魔仙》里。那时候的她还是一个非常稚嫩的小演员，脸上带着明显的童真，表演也充满孩子特有的灵气。但很少有人想到，这个小女孩后来会一步一步成为如今备受关注的年轻女主角。赵今麦出生于2002年，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表演。6岁左右，她参加儿童表演班，随后开始接触舞台和镜头。2010年，她出演《不能没有娘》，正式开启影视表演生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当很多同龄人还在学校里度过普通童年时，赵今麦已经开始面对摄影机，开始学习怎样记录角色，怎样面对导演，怎样和其他演员合作。但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她小时候演过多少戏，而是她没有一直停留在童星这个标签里。这其实是很多童星都会遇到的一道难题。小时候可爱，长大之后还能不能继续让观众相信你的角色？小时候灵气十足，成年之后还能不能真正撑起复杂人物？赵今麦给出的答案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从儿童角色到学生角色，再到更加成熟的年轻女性，她几乎一直在让自己的角色跟着年龄一起成长。2016年的小别离让更多观众开始注意到她，而到了2019年，流浪地球和少年派的接连出现，则让赵今麦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。在《流浪地球》中，她饰演韩朵朵。这一次，观众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可爱的小演员，而是一个能够在大银幕上承担重要戏份的年轻女孩。同一年，《少年派》播出，林妙妙这个角色非常特别，她有点任性，有点莽撞，有时候嘴硬，有时候又特别脆弱。如果演员只是简单的把角色演得活泼，很容易让人物变得单薄。但赵今麦让林妙妙拥有了非常明显的成长感。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孩，她会犯错，会冲动，会和父母争吵，也会因为感情和未来而迷茫。而这些不完美，反而让观众觉得她很真实。也正是从这里开始，赵今麦身上那个童星的标签慢慢出现了变化。她开始从小时候很可爱的演员，变成这个女孩真的会演戏。但真正让她完成一次明显蜕变的作品是《开端》。2022年，《开端》播出，赵今麦饰演李诗情，一个意外陷入公交车爆炸时间循环的大学生。这个角色最大的难度是什么？不是哭，不是害怕，而是同样一个场景要重复很多次，却必须让观众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心里正在发生变化。第一次循环，他是恐惧；第二次，他是慌乱；再往后，他开始怀疑；然后他开始寻找原因；最后，他甚至开始主动承担责任。同一个人物，同一个环境，却需要完全不同的情绪层次。这对于年轻演员来说，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。而赵今麦在开端里的表现，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小童星了。她可以成为故事真正的核心。媒体报道也曾特别提到，她在剧中的情绪变化和细节处理，让观众看到了明显的表演成长。合作演员也曾评价她具有很强的感受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开端之后，赵今麦并没有急着重复同一种角色，相反，她继续挑战不同类型。《少年派2》里，林妙妙已经从高中生走向社会。这一次，角色面对的不再只是考试和家庭，而是工作、感情、人生选择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成长。于是，观众会发现，赵今麦本人似乎也和角色一起长大了。她的表演不再只是靠可爱和灵气，她开始懂得控制情绪，也开始学会用眼神、停顿和细微表情去表达人物。这就是一个演员真正成熟的信号。
2024年，在《暴雪时分》和《度华年》相继播出，一个是现代都市爱情故事，一个是古装题材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性格，但赵今麦都在继续尝试扩大自己的角色范围。尤其是在《暴雪时分》，英果和赵今麦过去那些学生角色相比，更加安静，也更加成熟。他不需要一直用夸张的情绪来吸引观众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甚至一个短暂的停顿，就足以让人物成立。而杜华年则进一步证明，他已经开始接触更复杂、更有年龄跨度的角色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：赵今麦的成长路线几乎是和他饰演的角色同步进行的。小时候他演孩子，后来他演学生，再后来他演大学生、职场新人、年轻女性。角色在长大，他自己也在长大，而这或许就是赵今麦最特别的地方。他不是靠一个突然爆红的角色完成所谓的逆袭，他更像是在不断积累，一点点积累镜头经验，一点点积累人物理解，一点点积累自己的表演方式。正如他过去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，演员需要不断积累，才能慢慢形成今天的自己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给赵今麦的成长贴上一个标签，我觉得不是天才童星，而是慢慢长成的女演员。因为童星很多，能够真正完成转型的童星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小时候的优势可能是可爱，是灵气，是镜头感，但成年之后，真正决定演员能走多远的是作品，是选择，是能力。而赵今麦现在最值得期待的地方，也恰恰在这里。他还年轻，他还有大量可能性。他可以继续演青春剧，也可以尝试都市剧、悬疑剧、年代剧，甚至更加复杂的电影角色。观众也许已经看到了他的过去，却还没有真正看到他的上限。从巴啦啦小魔仙的小女孩，到流浪地球的韩朵朵，从少年派的林妙妙到开端的李诗情，再到在暴雪时分的英国，以及之后越来越成熟的角色。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多年，而最让人感慨的是，我们似乎真的在镜头里看着他长大。曾经那个脸上还带着婴儿肥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成为能够独自撑起故事的年轻女主角。她的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年又一年，一部又一部作品，一次又一次角色挑战积累出来的。所以赵今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，或许从来不只是漂亮的脸蛋，也不是简单的少女感，而是那种越来越稳定的镜头表现力。是她可以可爱，也可以沉静，可以活泼，也可以克制，可以演青春，也可以尝试成熟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还在继续成长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再次回头看今天的赵今麦，会发现现在的她其实还只是故事的前半段。因为对于一个20多岁的演员来说，未来还有太多角色等待她去挑战。而从童星到新生代女主角，这场成长显然还没有结束。赵今麦真正的高光也许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也是看着赵今麦一路长大的观众，你最喜欢她的哪个角色？是韩朵朵，是林妙妙，是李诗情，还是英国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。也许下一次我们就来聊聊赵今麦最值得期待的下一个角色。